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瞬间，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完全不知道该往哪走，或者拼尽全力，却依然被命运按在地上摩擦，连呼吸都变得困难？如果你正在经历这些，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就是为你准备的。它不是鸡汤，不是玄学，而是一套来自3000年前的底层操作系统。这套系统曾经帮助无数在绝境中的人找到出路。它不是教你预测未来，而是教你理解变化的本质，然后在变化中找到最优解。今天我要把它拆解给你听，请你准备好，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彻底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。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认真想过，为什么有那么一本书，几千年来从最高权力者到普通百姓，从沙场将领到市井商贩都在读它？这本书没有故事，没有人物，没有情节，只有64个符号和几千字的解释，但它被称为群经之首，大道之源。儒家读它，道家读它，兵家读它，商人读它，政治家也读它。它到底是一本什么书？答案是，它是一本教你看清世界运行底层代码的书。如果你以为它是迷信，那你就输在了起跑线上。如果你以为它是玄学，那你就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一种文明可以绵延5000年而不断绝。它的核心只有一句话：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静止的，一切都在变化，而变化本身是有规律的。读懂了规律，你就掌握了主动权。这就是它真正的底层逻辑。它不是教你怎么算命，而是教你怎么理解变化，然后在变化中做出最优选择。这是一套3000年前就写出来的，至今仍然适用的认知操作系统。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3000年前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？用今天的话说，那是一个秩序彻底崩坏的时代。当时的最高权力已经腐败到了极点，整个统治系统内部忠良被杀，奸臣当道，政治生态完全烂透了。各地的诸侯表面上臣服，内心里各怀鬼胎。底层的百姓在严酷的劳役和战争中苦苦挣扎，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即将崩溃的电脑系统，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危机，但没有人知道这场大洗牌会如何收场，也没有人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人被关进了监狱，他是西方诸侯国的领袖，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。他被关在一个叫幽里的地方，关了整整7年。7年，你想想看，一个人从壮年到中年，在一个封闭的监狱里，与外界完全隔绝。他的国家怎么样了？他不知道。他的家人是否安全？他不知道。他能不能活着出去？他也不知道。换成普通人早就崩溃了，但他没有崩溃。他在监狱里用了7年的时间做了一件事，他把更古老的八卦推演成了64卦，并为每一卦写下了卦辞。这就是那本书最核心的文本来源。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，一个被关押的政治犯，在最黑暗、最无力、最绝望的处境里，没有选择沉沦，而是选择用头脑来对抗命运。他不是在算命，他是在用一套符号系统来思考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。他在思考，为什么一个强大的系统会走向腐败？为什么一个组织会从鼎盛走向衰亡？为什么有些人能在逆境中崛起，有些人却在顺境中灭亡？这是一个被囚禁的人在用思想越狱。这就是这本书诞生的背景。它不是在一帆风顺的书房里写出来的，它是在绝境中被逼出来的生命之学。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？这本书从一开始就不是给顺风顺水的人看的，那是给那些正在经历至暗时刻，正在被命运暴击，正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提供的一套认知框架。他的第一个读者是一个囚犯，这就是他的底色。现在我们来拆解这本书的核心体系，它有2部分组成，一部分是经，就是64卦的卦辞和爻辞，这是那位被囚禁的领袖和他的家人写的。另一部分是传，也叫实义，是后来的一位大思想家和他的弟子们写的注释和解读。那位大思想家晚年读这本书读到什么程度？那时候书是写在竹简上的，用皮绳串起来，他翻来翻去，把皮绳翻断了3次。这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反复研读一本书的画面。他说过一句话，
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，如果我能再多活几年，从50岁开始学这本书，这辈子就不会犯大错了。注意，他说的不是可以成功，不是可以发财，不是可以长寿，他说的是可以无大过，不犯大错。这才是这本书真正给人的东西，不是让你飞黄腾达，而是让你不犯致命的错误。这个认知在今天依然是顶级的人生智慧。那些真正活得好的人，往往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多少正确的事，而是因为他们避免了那些足以毁掉自己的错误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正题，我要用你能听懂的语言，把这本书最核心的几个底层逻辑拆解给你听。第一个核心逻辑叫做变，这本书的名字本身就有3层含义。第一层变异，一切都在变化；第二层不易，变化中有不变的规律；第3层简易，复杂的世界背后有简单的原理。先说第一层变异，这本书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不变的，没有永远的强者，没有永远的弱者，没有永远的好运，也没有永远的厄运。这听起来像正确的废话，但你真的理解它的深度吗？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卦象，叫做乾卦，这是64卦的第一卦，也是最重要的一卦。它由6条阳爻组成，代表着纯粹的阳刚之气，代表天，代表龙，代表最强大的力量。但乾卦的6个爻讲的是一条龙从出生到飞天，再到物极必反的完整历程。第一爻说，潜龙勿用，龙还在深渊里，时机未到，不要轻举妄动。第二爻说，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，龙出现在田野上了，开始展现自己可以去寻访有影响力的人了。第三爻说，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无咎，白天勤奋工作，晚上还要保持警惕，这样才能没有灾祸。第四爻说，或跃在渊无咎，可以跃出深渊了，但也可以选择待在深渊，两种选择都没有问题，关键是要审时度势。第五爻说，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，龙飞上天了，这是最鼎盛的时刻。第六爻说，亢龙有悔，龙飞得太高了，会有悔恨，你看到了什么？这条龙从潜伏到飞天，经历了一个完整的上升周期。但这本书没有在第五爻就停下来，没有说飞龙在天就是终点，它继续往下写，写到了亢龙有悔，飞得太高必然会跌落。这不是悲观主义，这是对规律的清醒认知。用今天的话说，任何一个赛道，任何一家公司，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周期。当你处于高点的时候，你要开始想退路了；当你站在山顶的时候，你要开始想下山的路了。那些在商业史上轰然倒塌的巨头，那些在职场上突然失势的高管，那些在人生巅峰突然跌落的人，大多数都犯了同一个错误。他们以为自己的高点会永远持续下去，他们忘记了亢龙有悔。但这本书还有一句话叫做用九见群龙，无首吉，这是乾卦的总结。当所有的龙都在的时候，没有一条龙站出来称王称霸，反而是吉祥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在说真正的强者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收敛锋芒，不必时时刻刻都要做那个最耀眼的人。这是一种更高级的生存智慧。你在职场上见过那种人吗？永远要抢功劳，永远要出风头，永远要证明自己是最重要的那个人。这种人往往死得很快，因为他们不懂见群龙无首吉的道理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说第二个核心逻辑，叫做位。这本书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叫做正位。每一卦有6个爻，从下到上分别是初爻、二爻、三爻、四爻、五爻、上爻。在这6个位置里，其数位是阳位，偶数位是阴位。如果一个阳爻在阳位，或者一个阴爻在阴位，这就叫当位或者得正，是好的。如果一个阳爻在阴位，或者一个阴爻在阳位，这就叫不当位或者失正，往往会出问题。这个概念翻译成今天的话，就是你要在正确的位置上做正确的事。这听起来很简单，但你真的做到了吗？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太多不当位的人，一个人的能力是3爻的水平，但他坐在了5爻的位置上，他能做好吗？做不好。他会出问题吗？一定会。一个人有5爻的能力，但他被压在了2爻的位置上，他会甘心吗？不甘心。他会出问题吗？
也会这本书告诉你，人和位置之间需要匹配，错位是痛苦的根源。但这本书还告诉你，位置不是固定的，它会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而变化。所以你需要做的是，在每一个时间节点判断自己处于什么位置，然后做出相应的选择。这就引出了第3个核心逻辑，叫做时。这本书里，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，几乎每一卦都在强调一个字：时。时止则止，时行则行，动静不失其时，其道光明。该停的时候停，该走的时候走，动和静都不失去时机，这样的道路才是光明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在说，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时机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。同样是进攻，在敌人最虚弱的时候进攻，和在敌人最强大的时候进攻，结果天壤之别。同样是创业，在一个赛道刚刚兴起的时候入场，和在一个赛道已经红海化之后入场，结果天壤之别。同样是说一句话，在上司心情好的时候说，和在上司刚刚被骂的时候说，结果天壤之别。这本书里有一个卦叫做屯卦，是64卦的第3卦。卦的卦象是雷在水下，象征着生命在黑暗中艰难萌芽。屯卦的卦辞说：屯，元亨利贞，勿用有攸往，利见侯。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，现在是艰难的初创期，虽然有很大的发展潜力，但不要急于行动，要先建立稳固的根基。这是这本书给创业者最好的建议。你刚起步，你的资源有限，你的根基不稳，这个时候你最需要做的不是到处扩张，而是先把根扎深。但现实中有多少人在屯卦的阶段就开始做飞龙在天的事？他们融到了第一笔钱，就开始大肆招人，大肆扩张，大肆烧钱。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是飞龙了，但他们还只是一颗刚刚破土的嫩芽，结果可想而知。现在我们来说这本书里最让人后背发凉的一个概念，叫做否极泰来。这4个字大多数人都听过，但大多数人都理解错了。他们以为否极泰来是在说，只要你熬过了最坏的时期，好日子就会自然而然的来。这是错的。这本书里否卦和泰卦是相邻的2个卦，泰卦是天地交泰，象征着万物通畅，是极好的状态。否卦是天地不交，象征着万物闭塞，是极坏的状态。但这本书告诉你，这2个卦是可以互相转化的。泰卦的最后一爻说：城覆于黄，勿用师，自缢告命，真令。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城墙倒塌，回到了护城河里。这是泰卦走向终结的征兆。这是在说，当一切都好的时候，你要开始警惕了。否卦的最后一爻说：轻否，先否后喜。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否极泰来，先是否，后来才是喜。但注意，轻否2个字是主动的，轻是倾覆推翻的意思。这不是在说否极就自然而然泰来了，而是在说你要主动去倾覆这个否的局面，然后才能迎来喜。这才是否极泰来的真正含义。坏的局面不会自动变好，你必须主动去改变它。你以为只要熬着就能等来好日子？不，你必须在最黑暗的时候做出改变的动作，这才是这本书想说的话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讲这本书里最著名的几个卦，用今天的视角来拆解它们。我们先来讲坤卦。坤卦是64卦的第2卦，和乾卦相对。乾为天，坤为地，乾为阳，坤为阴。很多人以为坤卦是弱的，是次要的，是从属于乾卦的，这是大错特错。这本书里说，坤元亨利，牝马之贞。坤卦的核心精神是厚德载物，大地不说话，但它承载着万物，大地不争先，但它是一切生命的根基。坤卦告诉你，真正的强大不是乾卦那种咄咄逼人的强大，而是坤卦这种深厚包容的强大。坤卦的第一爻说：履霜，坚冰至，踩到了霜，要想到坚冰快来了。这是在说你要从细微的迹象中预判未来的趋势，这是顶级的风险意识。坤卦的第6爻说：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。2条龙在荒野中厮杀，血流满地，分不清颜色。这是在说，当阴阳2种力量势均力敌，正面冲突的时候，双方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。这是这本书对正面硬刚的警告。坤卦的精神是以柔克刚，是积累，是等待，是在沉默中积蓄力量。用今天的话说，坤卦是一种核心资产积累的思维。
你不需要时时刻刻都在前台表演，你需要的是把自己的根基打牢，把自己的核心资产积累起来，然后在关键时刻一击必中。那些真正在商业史上留下印记的人，大多数都有一段漫长的坤卦时期，他们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默默的积累，默默的等待，然后突然有一天他们出现了，所有人都说这个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，但只有他自己知道，那段沉默的时光是他最重要的投资。现在我们来讲一个最有现实意义的卦，乾卦。乾卦是64卦里非常特殊的一个卦，特殊在哪里？64卦里每一卦都有吉，有凶，有好的爻，也有不好的爻，唯独乾卦6个爻全部是吉，6爻皆吉，在整个书里是绝无仅有的。乾卦的卦辞说：谦亨，君子有终，谦逊通达，君子有好的结果。为什么乾卦会6爻皆吉？因为乾卦的卦象是山在地下，本来山是最高的，但乾卦里的山把自己压低了，藏在了地下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在说真正的强者懂得把自己压低，他有能力，但他不显摆，他有资源，但他不炫耀，他有地位，但他不傲慢。为什么这样的人6爻皆吉？因为他不会树敌，因为他给别人留了空间，因为他让别人感觉不到威胁。用今天的话说，乾卦是一种低调的竞争优势。你在职场上，在商场上，在任何一个竞争的环境里，如果你让所有人都觉得你不是威胁，你会活得更好。那些高调的人往往死得很快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，而是因为他们让太多人感到了威胁，于是所有人都联合起来打压他。乾卦告诉你，低调是一种生存策略，但乾卦的谦不是虚伪的谦，不是表演出来的谦。乾卦的谦是真正的内心笃定，因为你知道自己有实力，所以你不需要靠外在的张扬来证明自己，这才是乾卦的精髓。现在我们来讲一个最具戏剧性的卦，叫做革卦。革卦顾名思义是变革革命的意思。革卦的卦辞说：革4日乃服，元亨利贞，毁亡。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变革要等到时机成熟才能取得信任，这样才能大吉大利。悔恨消失，4日乃服这4个字极其重要，不是说你想变革就能变革的，你必须等到4日，等到时机成熟，人心已经归向你，然后你的变革才能成功。这是这本书对变革时机的精准把握。历史上那些失败的革命，大多数都是因为没有等到4日，他们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，他们的理想可能是崇高的，但他们在人心还没有归向他们的时候就贸然行动了，结果他们被历史的洪流淹没了。而那些成功的变革者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懂得等待。他们在等什么？他们在等4日，等人心，等时机。革卦还有一句话：大人虎变，其文炳也。大人物的变革就像老虎换毛，斑纹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鲜明。这是在说，真正的变革是有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愿景的，它不是乱变，它是有方向的变。用今天的话说，革卦是一套战略变革的方法论。你要变革，你要知道为什么变，往哪里变，什么时候变，怎么变，缺少任何一个环节，变革都会失败。现在我们来讲一个让很多人误解的卦，叫做坎卦。坎卦象征着水，象征着险难，象征着深渊。坎卦的卦象是水上有水，是重重，险难是四面都是危机，听起来很可怕，对吗？但坎卦的卦辞说：喜坎有福为心，亨行有上。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重重险难，但只要内心诚信坚定，心就能通达，行动就会有嘉奖。注意喜坎的喜字，喜是重复的意思，是练习的意思。这本书在告诉你，遇到险难不要逃避，要反复去面对它，练习它，直到你能够穿越它。这是什么精神？这是一种直面困境的精神。坎卦的第3爻说：来之坎坎，险且枕，入于坎搜，勿用。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险难一波又一波地来，危险又窘迫，陷入了深坑，这时候不要轻举妄动。第4爻说：尊九归二，用堪纳曰自国，终无咎。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在险难中用简单的方式来维持基本的运转，从小的地方突破，最终没有灾祸。你看到了吗？坎卦在教你，在最深的险难中不要妄动，要从小处突破，要维持基本的运转，然后慢慢找到出路。
这是一套极其实用的危机管理方法论。当你的公司遇到了现金流危机，当你的人生遇到了至暗时刻，当你四面楚歌无路可走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办？坎卦告诉你，不要乱动，稳住基本盘，从最小的突破口入手，保持内心的笃定，然后等待转机。这不是消极等待，这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保存实力，等待反扑的机会。现在我们来讲这本书里最具哲学深度的一对卦，叫做既济卦和未济卦。既济卦是64卦的第63卦，未济卦是第64卦，也就是最后一卦。既济就是已经完成，已经度过，已经成功了；未济就是还没有完成，还没有度过，还没有成功。按照正常的逻辑，一本书的最后一卦应该是既济是完成，是圆满，对吗？但这本书偏偏把未济放在了最后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本书在告诉你，没有任何事情是真正完成的。既济卦的卦辞说，既济亨小利贞，初吉中乱，已经成功了，小的事情通达，利于守正。但开始的时候吉祥，最终会走向混乱。你看到了吗？这本书在说，即使你已经成功了，你也不能松懈，因为成功本身就是下一个危机的开始。初吉中乱这4个字是多少成功者的写照，他们成功了，然后他们开始享受成功，开始松懈，开始自满，开始以为成功是永久的，然后乱就来了。而未济卦是64卦的终结，但它的意思是尚未完成。这是这本书最深刻的哲学，它告诉你世界永远没有终点，每一个终点都是下一个起点，每一次完成都是下一次出发的开始。所以不要以为你已经到达了终点，你永远在路上。这就是这本书对人生的终极判断。现在我们来讲一个现代人最需要听的概念，叫做中道。这本书里最吉祥的位置往往是2爻和5爻。为什么？因为2爻在下卦的中间，5爻在上卦的中间，中就是不偏不倚，就是恰到好处。这本书的核心精神之一就是中道，不过分，不急，恰到好处。这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，但你真正理解它的深度吗？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。这本书里有一个卦叫做颐卦，是关于养育滋养的卦。颐卦的卦辞说，颐，贞吉观颐，自求口实。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滋养守正则吉，观察一个人如何滋养自己，看他如何自己寻求口粮。这是在说真正的滋养是自我滋养，是自己给自己找食物，而不是等待别人来喂你。颐卦里有一句话，虎视眈眈，其欲逐逐无咎。老虎眼神锐利地看着猎物，欲望在心中涌动，但这样做没有灾祸。你看这本书没有说欲望是不好的，欲望是生命力的表现，是驱动力的来源，但欲望要用正确的方式来满足。老虎的欲望是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捕猎来满足的，而不是通过偷窃或者欺骗。这就是颐卦告诉你的道理，你的欲望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力来满足，这是中道。现在我们来讲一个最有现代感的卦，叫做井卦。井卦象征着水井，井卦的卦辞说，井，改易不改井，无丧无德，往来井，井扫至，意未及井，雷其平凶。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诚意可以迁移，但水井不能迁移，它既没有损失也没有增益，人们往来积水。但如果快到井口了，却没有把绳子放到底，反而打破了水平，这是凶险的。这段话用今天的话来说，是在讲一个关于核心价值的道理。诚意可以迁移，但水井不能迁移。水井是一个地方最核心的资源，是不可替代的。这是在说一个人、一个组织要有自己的核心井，有自己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。你的核心井是什么？你的不可替代的能力是什么？你能给别人提供什么？别人无法从其他地方获得的价值。如果你没有核心井，你就是一个随时可以被替代的人。但井卦还告诉你，有了水井还不够，你还要有能力把水打上来。照辟至，意未举井，雷其平凶。快到井口了，却没有把绳子放到底，还打破了水平。这是在说很多人有资源有能力，但他们没有把资源和能力转化成实际价值的能力。他们有井，但他们打不上水来，这是一种更深层的失败。用今天的话说，这是执行力的问题。你有好的想法，但你没有执行力，
你有好的资源，但你不知道怎么用；你有好的人脉，但你不知道怎么转化。这就是雷其平凶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讲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，叫做应。这本书里6个爻之间有一种关系叫做应。初爻和4爻相应，2爻和5爻相应，3爻和上爻相应。如果相应的2个爻，一个是阳，一个是阴，这叫做有应，是好的。如果相应的2个爻都是阳或者都是阴，这叫做无应，往往不太好。这个概念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互补和协同。一个好的组合需要互补，需要协同。2个人都是强势的，往往会冲突；2个人都是弱势的，往往什么事都做不成。一个强势，一个弱势，一个主导，一个配合，这才是最好的搭配。这是这本书对关系的深刻洞察。用今天的话说，这是一套团队搭配的方法论。好的创业团队需要有一个乾卦式的人，敢于冲锋陷阵，敢于开疆拓土；也需要有一个坤卦式的人，稳健踏实，善于守成，善于把资源积累起来。这2种人是有应的，是互补的。如果一个团队里所有人都是乾卦，那这个团队会很快耗尽资源，然后崩溃。如果一个团队里所有人都是坤卦，那这个团队会很稳健，但永远无法突破。这本书的应是在教你识人，教你组建团队，教你建立关系。现在我们来讲一个最具现实杀伤力的卦，叫做剥卦。剥卦象征着剥落、剥蚀。剥卦的卦象是5个阴爻在下，一个阳爻在上，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局面。阴在不断的往上生长，阳在不断的被剥蚀，只剩下最后一个阳爻在顶端苦苦支撑。剥卦的卦辞说：剥不利有攸往，这个时候不利于有所行动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在说，当你处于极度弱势的时候，当你的力量已经被消耗殆尽的时候，你最好的策略不是继续硬撑，而是保存最后一点元气，等待转机。剥卦的上爻说：硕果不食，君子得鱼。小人剥炉，最后一个硕大的果实不要吃掉它。君子得到了车，小人却连房子都被剥掉了。这是这本书里最让我动容的一句话。硕果不食，当你已经被剥落到只剩最后一点东西的时候，你要保护它，不要把它也消耗掉。这最后的一点东西是你复苏的种子，你把它吃掉了，你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但如果你保护了它，那么剥卦之后就是复卦。复卦是一阳来复，是在极度黑暗之后第一线光明的出现。复卦的卦辞说：复亨出入无极，蓬莱无咎，反复其道，7日来复，利有攸往。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复苏通达，出入没有疾病，朋友来了没有灾祸，反复走在正道上，7天就能复苏，有利于有所行动。7日来复，这是这本书对周期的精准描述。黑暗不会永远持续，只要你保存了那颗硕果，只要你在最黑暗的时候没有放弃，复苏就会来临。这是这本书给那些正在经历至暗时刻的人最有力量的话。现在我们来讲一个最有人性深度的卦，叫做困卦。困卦象征着困境、困顿。困卦的卦象是水在泽下，泽里没有水。本来水应该在泽里，但现在水漏掉了，泽是空的。这是一种极度匮乏、极度困顿的状态。困卦的卦辞说：困亨，真大人吉，无咎有言不信，困境通达。守正的大人物吉祥，没有灾祸，但说话没有人相信。有言不信，这4个字是多少？处于困境中的人的真实写照。你处于困境中，你说什么，别人都不信你。你说你有能力，别人不信；你说你有计划，别人不信；你说你会成功，别人不信。因为你现在的处境就是你最好的证明，你不行。这是人性中最残酷的一面。人们相信的永远是结果，而不是过程。但困卦还告诉了你一件事。困卦的第5爻说：又困于赤佛子，乃徐有说，利用祭祀。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受到了严酷的刑罚，被困于权贵之间，但慢慢的会有解脱，利于祭祀，乃徐有说。慢慢的会有解脱，不是立刻，不是马上，而是慢慢的。这本书在告诉你，困境中的解脱是需要时间的，你要有耐心，你要在没有人相信你的时候继续做你该做的事，你要在最困难的时候守住你的正道，然后慢慢的解脱就会来。这是这本书。
给困境中的人最真实也最有力量的话。现在我们来讲这本书里最具战略价值的一个卦，叫做艰卦。艰卦象征着行路艰难，象征着前进受阻。艰卦的卦辞说：艰，利西南，不利东北，利见大人贞吉。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前进艰难，利于往西南走，不利于往东北走。利于见到大人物守正，则吉利，利西南，不利东北是什么意思？在这本书的方位体系里，西南是平坦的地形，东北是险峻的地形。这是在说，当你前进艰难的时候，你要选择相对平坦的路，而不是去硬碰硬，去走最险的路。这是一种极其实用的战略思维。当你遇到了强大的阻力，你不需要正面突破，你可以绕道，可以找到阻力最小的路。艰卦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爻辞，第四爻说往艰来连，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前进艰难。回来找朋友一起，当你一个人前进艰难的时候，你要回来找到你的伙伴，然后一起前进。这是这本书对团队力量的强调。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当你遇到了超出你个人能力的阻碍，你需要借助别人的力量，但注意是来连，是回来找朋友，而不是等着别人来救你。你要主动去寻求帮助，而不是被动的等待，这才是艰卦的精髓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讲一个最有现代商业价值的卦，叫做虚卦。虚卦象征着等待，象征着需要。虚卦的卦象是云在天上，但还没有下雨，水汽已经积累了，但时机还没有到，雨还没有下。虚卦的卦辞说：虚有福，光亨贞吉，利涉大川。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等待有诚信，光明通达，守正则吉，利于渡过大河。虚卦在教你，等待不是消极的，等待本身是一种积极的准备。你在等待什么？你在等待时机成熟，等待自己的实力积累到位，等待外部条件具备。但在等待的过程中，你要做什么？虚卦的第一爻说：虚于郊，利用恒无咎，在郊外等待，保持恒心，没有灾祸。第二爻说：虚于沙小有言，终极在沙地上等待，会有一些小的议论，但最终吉祥。第三爻说：虚于泥，至寇至，在泥地里等待会招来强盗。你看到了吗？等待也是有层次的，在郊外等待是最好的，离目标有一定距离，安全又有准备的空间。在沙地等待会有一些小麻烦，但最终还是好的。在泥地等待离危险太近了，会招来麻烦。这是在告诉你，等待要选择合适的位置，你不能离危险太近，也不能离机会太远，你要找到那个恰到好处的等待位置。用今天的话说，这是一种战略储备的思维。你在积累资源，积累能力，积累人脉，积累时机，但你要保持安全距离，不要在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冲到前线去。这是虚卦给现代人最有价值的启示。现在我们来讲这本书里一个极其特殊的卦，叫做中孚卦。中孚卦象征着内心的诚信，象征着真实的信任。中孚卦的卦象是泽上有风，风吹过水面，水波荡漾。这个卦象象征着真实的感化，象征着真心能够打动别人。中孚卦的卦辞说：中孚屯于吉，利涉大川，利贞。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内心诚信，连猪和鱼这样难以感化的生物都能被打动，利于渡过大河，利于守正。屯于吉这三个字极其深刻，猪和鱼是最难被感化的生物，它们没有高级的情感，只有本能。但如果你的诚信足够真实，连猪和鱼都能被打动。这是在说，真正的诚信有一种穿透一切的力量，它不需要华丽的语言，不需要精心的包装，不需要复杂的技巧，它只需要真实。用今天的话说，中孚卦是在讲品牌信任的底层逻辑。那些真正能够建立长久信任的人和品牌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是真实的。他们不表演，不作秀，不说漂亮话，他们只是真实的做自己，真实的对待别人，然后信任就来了。中孚卦的第二爻说：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，我有好觉，无与尔迷之。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鹤在树荫下鸣叫，它的幼鸟也跟着应和，我有好酒，我要和你一起喝。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画面。真实的感情会引发真实的共鸣，你的真实会吸引到同样真实的人，这就是中孚卦的精髓。现在我们来讲这本书里最让我感到震撼的一段话，来自《系辞传》。
系辞传是后来那位大思想家对这本书的解读，是这本书传的部分的核心。他在系辞传里说了2句话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这2句话后来成了最著名的大学的校训。但这2句话真正的含义，很多人没有理解透彻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天的运行是刚健的，是永不停歇的。太阳每天东升西落，星辰每夜运转不息，从未停止过。君子效法，天要自强不息，要永不停止的向上。但注意，自强不息的自是自己的自，不是靠别人，不是靠运气，不是靠外力，是靠自己，是在任何处境下都不放弃对自身的要求，对自身的提升。这是一种极其内在的力量。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大地的形式是宽厚的，是包容的。大地承载着万物，山川河流，花草树木，飞禽走兽，它一视同仁地承载着一切。君子效法地，要厚德载物，要有宽广的胸怀，要能够承载和包容。这2句话放在一起，是这本书对理想人格的完整描述。既要有天的刚健，自强不息，向上突破，又要有地的宽厚，厚德载物，包容一切，刚柔并济，天地合一。这才是这本书所描述的最完整的人格。用今天的话说，这是一个真正的强者的画像。他不是那种只会冲锋陷阵的莽夫，也不是那种只会守城等待的软弱者。他既能进攻也能防守，既能刚强也能柔韧，既能独立也能包容。这是这本书对人的最高期许。现在我们来讲一个让很多人忽视的概念，叫做悔和吝。在这本书的爻辞里经常出现4个词：吉凶悔吝。大多数人只关注吉和凶，但这本书真正的精华在悔和吝。悔是悔恨，是有一点点小的问题，但最终会好转。吝是吝啬困难，是有一点点小的问题，但如果不注意，可能会变成大问题。这本书里有一句话：悔吝者，忧郁之象也。悔和吝是忧虑和困难的征兆，这是在说那些小的悔恨和小的困难，你不要忽视它们，它们是信号，是预警。如果你在悔的阶段就注意到了，及时纠正，那么它就会停留在悔的层面，不会变成凶。但如果你忽视了悔，忽视了那些小的预警信号，那么它就会慢慢积累，最终变成凶。用今天的话说，这是一套风险预警的思维。那些在商业上犯了大错的人，往往不是突然犯错的，在大错之前一定有很多小的预警信号，只是他们没有注意到，或者注意到了但没有重视。这本书告诉你要对那些小的不对劲保持高度敏感。履霜坚冰至，踩到了霜就要想到坚冰快来了，这是一种极其重要的预判能力。现在我们来讲这本书里一个最有人情味的概念，叫做比卦，象征着亲近比附合作。比卦的卦词说：比极，袁楚，袁永贞无咎，不宁方来后夫兄。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亲近合作，吉祥要反复站稳，要有长久守正的决心，这样才没有灾祸。那些不安宁的人会来投靠，但来得太晚的人会有凶险。不宁方来，那些不安宁的人会来投靠，这是在说，当你建立了一个好的局面，当你的道路是正确的，人们自然会来投靠你。你不需要去强迫他们，不需要去招募他们，他们会主动来。但后夫凶，来得太晚的人会有凶险。这是在说，时机是有窗口期的，你错过了窗口期，即使你最终来了，也已经太晚了。用今天的话说，这是一套生态建设的思维，你要建立一个好的生态，吸引志同道合的人来加入。但这个生态是有窗口期的，在最初的阶段是最好的加入时机。那些在最初就加入的人会获得最大的红利，那些等到局面已经明朗才来的人，往往只能分到残羹冷炙。这是这本书对先机的深刻洞察。好，我们来到了最后一部分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这本书写于3000年前，到今天还有人在读？为什么它没有像其他古代典籍一样成为博物馆里的展品，而是依然活跃在人们的思想中？我告诉你原因，因为这本书研究的不是某一个时代的问题，而是所有时代共同面临的问题。变化，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，3000年前在变，今天还在变，技术在变，商业在变，
社会结构在变，人际关系在变，一切都在变。而这本书是一本教你如何在变化中生存，在变化中找到规律，在变化中做出正确选择的书。这就是它不会过时的原因。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？这是一个变化速度比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快的时代。人工智能在改变一切，每隔几年就有一个新的技术颠覆旧的行业。你今天拥有的技能可能明天就过时了，你今天所在的行业可能后天就被颠覆了，你今天的竞争对手可能是你明天最重要的合作伙伴。在这样的时代，你需要什么？你需要一套能够应对变化的认知框架。你需要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答案，而是一套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帮你找到答案的方法。这就是这本书给你的东西。它给你的不是一条鱼，而是一根鱼竿，甚至是一套钓鱼的方法论。它告诉你世界在变，但变化有规律。它告诉你时机很重要，要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。它告诉你位置很重要，要在正确的位置做正确的事。它告诉你中道很重要，不要走极端，恰到好处才是最好的。他告诉你，谦逊是一种竞争优势，低调是一种生存智慧。他告诉你，在最黑暗的时候要保存那颗硕果，等待复苏。他告诉你，没有任何事情是永远完成的，你永远在路上。这些道理3000年前是真的，今天是真的，3000年后依然是真的。我想再说一件事，那位被囚禁的领袖在监狱里被关了7年，在那7年里，他没有选择崩溃，没有选择放弃，没有选择仇恨，他选择了思考。他用思考来对抗命运，用智慧来越狱。7年后他出狱了，出狱后他没有急着报复，没有急着起兵造反，他继续积累，继续等待，继续壮大自己的力量。他在等4日，等时机成熟，他没有等到那一天。他在出狱后不久就去世了，但他的家人在他奠定的基础上完成了那个伟大的事业。他用一生践行了这本书的所有道理。潜龙勿用，见龙在田，终日前田或月在渊。他没有活到飞龙在天的那一刻，但他留下了这本书。他把他对这个世界的所有洞察浓缩在了64个卦里，留给了后世所有的人。这是一个囚犯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最伟大的礼物。你现在处于什么位置？你是潜龙还是见龙还是飞龙还是亢龙？你处于乾卦的哪一爻？你是处于太卦的通达时期，还是否卦的闭塞时期？你是处于虚卦的等待期，还是革卦的变革期？你有没有保护好你的那颗硕果？你有没有找到你的核心井？你有没有在应该谦逊的时候谦逊，在应该刚健的时候刚健？这些问题这本书都给了你答案，但它的答案不是固定的，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它的答案会随着你的处境、你的时机、你的位置而变化。这就是为什么它是变化之书。它不是一本给你标准答案的书，它是一本教你如何在变化中找到自己的答案的书。这是它最深刻的地方，也是它最难学的地方。学这本书不是为了会算卦，学这本书是为了培养一种思维方式，在变化中看到规律，在规律中找到机会，在机会中做出最优选择。这是一种顶级的认知能力，这是3000年前的人在最黑暗的处境里用生命换来的智慧。我最后想说的是，这本书不是给聪明人看的，它是给愿意思考的人看的。聪明是天赋，思考是选择。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这本书来提升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，来培养自己应对变化的能力。这不是玄学，这是智慧。3000年前，一个囚犯在监狱里用符号和文字写下了这个世界的底层代码。3000年后，我们坐在屏幕前，听着这些符号和文字，试图理解这个依然在变化的世界。时代变了，但人性没有变；变化变了，但规律没有变。读懂了这本书，才算读懂了一种文明5000年来，在无数次的乱世与盛世、崩溃与重建中，始终没有被命运打倒的那种深沉的生存智慧。它不是算命，它是认命，更是改命。它告诉你，命运不是固定的，它是可以被你的认知和行动所改变的。但前提是你要先看清楚你现在在哪里，时机在哪里，规律在哪里，然后做出你的选择。这就是这本书。
这就是3000年前那个囚犯留给我们所有人的礼物。如果你今天的内容让你有所思考，让你有所收获，请你点下订阅，让更多人能够看到这些来自3000年前的智慧。我们下期再见。